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再来聊锂电池的救援。那这可能之前我就有拍过，有看过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怎么又拍这个？因为其实救援电池，因为前几片蛮多朋友有留言问说一些细节的东西，譬如说电池规格，譬如说18650跟这种的救援方式有没有一样？所以今天就比较深入的来讲一下细节。然后最主要是因为我找到以前我一台相机，然后它的电池放了很久。这边可以看，它电池是好像是104年的电池。我放了很久。然后我也不确定救不救得起来，所以今天就是要来主要是救这个电池，跟讲一下救锂电池的一些细节。基本上你要救电池的话，就是同规格的，譬如说3.7V 的，这是3.6V。基本上就同规，只要是锂电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，不管它是什么包装。像上次我有讲说有一种铝包的，像手机里面那个铝箔包的那种电池，只要是锂电池，不管它的规格，只要它的电压是相同，都是3.7、3.8、3.6这一类的，都可以用这个方式下去做救援。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如果你的锂电池是已经使用很久，然后因为毕竟电池的寿命是取决于它的充放电次数。如果你的电池是因为充放电次数已经到达极限的话，那个就是没办法再救了。就算救得起来，它也很快就会再衰退。所以这种电池就不建议再去做救援。那再来就是不用分大小，像这个是1650，然后这个是18650，它只要它的电压是都一样的，电流，只要它都是3点多伏特的，都可以这样下去做救援。那像镍镉电池的话，因为一直没有，因为现在都是用锂电池比较多，我手边没有镍镉电池。但是我大致就讲一下，如果镍镉电池的话，譬如说可能电动手工具，它可能是12伏特，或者说是36伏特，以此类推。就是你如果是12伏特的电池，你必须用1倍的电压下去做救援。当然前提也是一样，它必须是因为像镍镉电池的话，因为镍镉电池本身它最大的诟病就是它有记忆效应，然后会用1倍的电压下去电它，就是因为要消除它的那个记忆效应。这样讲好了。镍镉电池只要它是正常的电池，但是因为使用不当，就是你没有完全放电就充电的话，镍镉电池很容易产生记忆效应，它就会变成说你的可以使用的容量就会变小，然后久而久之可能就是导致你用一下就没电，用一下就没电，甚至可能你充电都充不进去，就这个时候就必须用1倍的电压。像如果是12伏特，你就要用24伏特下去做触碰，正对正，负对负，下去做触碰去点它，去把电池的记忆效应冲掉，然后再接上充电器，多半都能救得起来。
如果真的救不起来的话，多半都是因为电池坏掉，或者你没有遵照正确的去电它的方式。只要记得，只要是镍氢，我不敢保证，因为镍氢我没有试过。因为镍氢电池的话，它的记忆效益已经有改良过，算很轻微。镍镉电池的话，就是必须用1倍的电压，记得就是1倍的电压下去电它，正对正，负对负下去做触碰，触碰完赶快插上充电器，接上充电器，然后下去充电。只要电池是正常的，它多半都救得起来。好，那今天因为我已经事先准备好这一颗电池，我已经充饱电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电表在这边，0伏特。4.7，因为锂电池你刚充饱电，只要是正常的电池，刚充完电一定都会在4伏特以上，然后它可能会慢慢降到3伏特多。基本上锂电池只要正常的好电池的话，都会在接近4伏特上下。然后今天的主角是这一颗。有没有？电表没反应，我接触好咯，电表没反应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先救援这一颗。正接好，负。因为接触点多半都会有氧化的地方，所以我就会习惯接触以后用磨的方式。加多碰个几次，有没有？马上起来了。但是这个只是解除它的保护措施，你要赶快接上充电器哦，让它把电充进去，充饱它。如果能够充饱，就是救援，这才是真正的救援成功。是不是很简单？然后再讲一下充电好了。现在不管是手机或者一些电器产品，其实好的充电器它都会有慢充跟快充。这是真实的例子，像我有一个朋友是他的手机，他很喜欢用快充，他的那个充电头他都用3安培、4安培的那种快充头。结果他的手机1年多而已就膨胀了。然后同时期跟他一样买手机的朋友，他的电池到现在都还是完好无缺。所以说在充电上尽量真的是建议，除非真的是逼不得已啊，再来用快充，要不然就是尽量选择慢充的充电器。像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慢充的充电器，像这个它的充电量只有300 mAh， 很慢吧，很小吧。但是这种充电器在充，这种万用充电器在充，对电池才是最好的。慢慢充，电池比较不容易发热。其实任何电池都很怕热，当然在保存上可能温度凉一点，对电池的寿命适当的温度对电池的保存会有帮助，但是过热或过冷对电池都不是好事。过冷的话，它里面那些化学物质在转换，在做化学变化的时候会比较力不从心，所以在寒冷地方的汽车常常电池很快就没电，就是因为这个道理。那如果电池用快充的话，
它本身也会过热。过热的话，会导致它里面的一些，尤其锂电池，你会导致它里面产生一种气体，就像铝包会膨胀一样。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各位朋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都选择慢充，对电子产品也会比较好。像现在的手机，电池都会坐在里面，你不能分开。你用快充的话，电池会发热，你的充电晶片也会发热，这个对电子零件都不是好的帮助，都会有不好的影响。那这一颗救起来了，然后这一颗，我用的是这颗小的哦，这么小一颗，就一般的3号电池，我用它来救标准规格的18650。像你看，我用这么小颗，这一颗只有1100 mAh， 我拿它来救1240的，很轻松的救起来，因为这颗很新，状况很好。哎呦，碰到。那我们来试试看救这一颗，这一颗也是没电的，有没有？电表是0。等一下，我去拿工具把这个头撬开。好了，还有一点就是刚刚讲到慢充的问题，我其实这样讲好了，不管任何厨电设备，听好哦，是厨电设备，都很怕过充或过放。像电瓶啊、锂电池啊，都一样，都会有很怕过充过放的这个问题。所以我还是建议像手机啊那些东西，手机，然后只要是任何电池啦，当然镍镉就除外，镍镉一定要用到没有电再来进行充电，要不然那个电池就很容易产生记忆效应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镍镉电池慢慢的会淡出市场的原因。当然现在还是有啊，因为镍镉电池它的大输出真的是有它一定的好处。好，负接好了，然后正接上去，接触个几秒钟，好，分开。那我们来量量看有没有救起来。哇，不好意思，没有救起来。我们再来试一次。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有碰到，我来量一下它有没有损坏。因为锂电池它的电压太强，还是好的，那表示那颗还要再救一次。负切好，正切好，好，这样给它持续个几秒钟，好，放开。很抱歉，这颗电池挂掉了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电池是多久的。没有制造日期。那这颗就是坏掉了，救不起来。然后像锂电池的话，还有一种是动力电池。我上次好像有跟各位聊到，动力电池那个一颗就很贵，但是动力电池多半来说，它的耐用度会比较好，输出电压会比较高。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一颗，这一颗也是没电的，我记得，但是这一颗真的就很久了。我是觉得这一颗应该是坏掉的，就是寿终正寝的。
哎呦，还有一点点电，0.05。好，那我们来救救看，一样，正对正，负对负。因为毕竟，这种电器、这种厨电设备都一定会有一些危险性，千万不要接错，接错可能很有可能会引起电池的爆炸或者燃烧，你可能会烫伤，所以这个真的要小心。好，正对正，负对负，让它接触个几秒钟。好，放掉。我们来量量看有没有救起来。没有，还是0伏特。我们再来救一次。正对正，负对负，确定都有正确的接触到。好，放开。还是没办法，因为这几颗电池，除了这一颗我印象这颗真的用没几次，我相机就丢着都没有再用了，所以它应该是进入保护状态，这个我很确定。那像这一颗跟这一颗，我都是从那个电器上拆下来的，可能收音机啊那些东西，所以它很可能就是使用的寿命到了，所以它就救不起来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电池救援需要注意的细节，跟在使用上跟充电上必须注意的一些重点，就到这边了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